我回到家，发现熟悉的爸妈变成了怪物，2年前失踪的姐姐突然出现，告诉我这里是平行的怪物世界。为了活下去，我只能代替原来的小天去上学。可是在学校，因为坐错了座位，引起了所有怪物学生的注意。小天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大意了，本来我在现实世界的座位也是这里，但没想到在这竟然变了。没事，我只是想坐这跟你聊聊天。我现在必须要找到我正确的座位，否则我一定会被吃掉。我一咬牙走到了一个男生旁边，坐了下来。看来我蒙对了，男生趴在自己的桌子上，似乎在睡觉。在原来的世界，他叫李凹鸟，是个不好相处的怪人。今天的课是怪类的起源史，我翻了翻书，原来很久以前，怪物世界就发现了人类世界的存在，2个世界互相影响着，有一种切不断的联系。古时候的人类皇帝为了达成怪物世界和人类世界的平衡，主动将人类献祭给怪物。原来我们以前听说的活人献祭仪式，其实都是为了给怪物献祭。那人类类似河神献新娘的愚昧习俗，也许是某种人与怪物的联姻。那些神明的背后，其实都是怪物。1节课很快就结束了，阿雅拉着我要去厕所。小天，你今天看起来怪怪的。我今天身体有些不舒服。你该不会是生理期来了吧？我僵硬地点了点头，走进了厕所最里头的那个隔间。厕所里的角落写着2排小字：如果你是人类，请不要相信任何人。这应该是之前某个人类留下的，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。小天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怪物是没有生理期的。阿雅从隔壁的隔间里跳了下来，站在我面前。多么香的味道啊！你一定很好吃。再哭，我就真的忍不住想吃掉你了。几年前，我曾经从这边偷偷跑了出去，来到了你们的世界。在那里，我吃掉了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人，后来有2个和我爸妈长得一样的人类，于是我假装成他们的女儿。之后我认识了你。其实我在这里没什么朋友，你是我第一个交到的朋友。虽然你是人类，但我和你在一起，我挺开心的。你知道吗？在这里，弱者会像人类一样被吃掉，但待在你身边，我很放松，也很开心。虽然我不止一次的想过吃掉你。那你出车祸是伪装的？我待在人类世界的时间太长了，我必须得回去了。原来那个阿雅是吃掉真正阿雅的怪物，可那些藏在我记忆深处的美好的回忆，也是这个怪物带给我的。小天，不要太相信你的姐姐了。什么？小天，在里面吗？我应了一声，打开了门。我们来到了学校的天台上。小天，你怎么跟周雅在一起？我早上不是告诉了你，一旦发现你是人，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杀掉你。你一定要记住，你在这里就是食物。我接下来有课先走了，你一个人一定要小心。我听到身后突然传来了一点响声，我转过头，看见凹鸟从后面走了出来。他刚刚一直在这里吗？他是不是都听到了什么？我对凹鸟露出一个强装镇定的笑来。你的表情实在是太假了，这样怎么可能在这里活下来呢？我……别担心，我也是人类，货真价实的人类。如果这里的凹鸟是人类，那现实中的凹鸟难道是怪物？人类世界中的我也不是怪物。我很小的时候就偶然发现了一些特殊的门的存在，没错，就是连接现实与怪物世界的那扇门。在这里的怪物凹鸟大概跟我一样，也是一个孤儿，可惜弱肉强食，应该是没有活下来。我很小的时候就能通过门来到这里，我伪装自己跟这些怪物一起生活，为了不让自己彻底变成怪物，我也会回到人类社会。难怪之前他经常不来上学，原来他逃课的时候是来到了这里。为什么？你明知道这里都是吃人的怪物，为什么还要来这里？怪物世界比人类世界更有趣，而且对于人类来说，怪物也有他们特殊的用处，你不会想知道的。门的位置在哪里？什么时候会出现？学校就有一个门，今晚就能出现，我可以带你离开。我可以带上我姐姐吗？能在这里活下去的人，有时候比怪物更可怕。今晚上9点，我在学校里等你，保险起见，你最好是一个人。比怪物更可怕？不，无论如何，我要和姐姐一起离开。
他是我的家人，不是怪物。放学回家的路上，我告诉了姐姐凹鸟的话。这2年我找遍了所有传言的地方，都没有找到门的位置。没想到竟然会在学校里。如果我早一点找到就好了。只要晚上偷跑出来，我们就可以一家团聚了。我们回到了家里，爸爸和王叔在客厅聊天，我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去。王叔笑着对我打了一个招呼。王叔手里拿着一瓶酒，当我看清酒里的东西的时候，整个身体都微微发颤。酒里装着的是一颗人类的心脏。王叔得意洋洋地炫耀起他手上的酒来。这是我当时杀掉的那个人类的心脏，人心泡酒，这可是大补的东西。王叔今天特意给我们送了一点新鲜的肉，还有酒，大家晚上可以好好开开荤了。妈妈很快盛上几盆肉摆在大家面前，他们每个人都吃得狼吞虎咽，血肉飞溅，包括我的姐姐。我紧张得有些发抖，害怕他们很快发现我的异样。我正要站起来装作去洗手间，我们之中可能混进来了一个人类。老朱，你觉得呢？老王，你说啥呢？你这老王怎么还没开始喝酒就说胡话呢？哼，你看，你们这宝贝女儿明明就是个不吃人肉的人类吧？我在电梯里可是闻着就不对劲，现在看起来绝对错不了。爸妈死死地压住王叔，可是王叔身材高大，力气也比爸妈大了很多。妈妈很快被推得倒飞出去，砸在墙上昏死过去。爸爸也被王叔死死地掐住了脖子提了起来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我有点吓懵了。原来我早就暴露了自己，我真傻。无论是爸妈还是王叔，都早就发现了我的真实身份。王叔就是为了吃我才突然上门送酒送肉的，爸妈是为了保护我才故意没有揭穿我吗？姐姐猛地把刀扎进了王叔的后背。小慈，快带小天跑！打开门，门口有邻居闻声来看热闹，我们快速挤过人群跑向电梯。爸爸，难道又是人类？是人类。电梯门开了，是阿雅。阿雅，小天，一定要活下去，快走，小天！电梯门关上了，我们加快步伐朝着学校的方向跑去。你们怎么这么狼狈？隔壁王叔跟邻居想要吃掉我们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门在哪里？马上到9点了，门就在1楼的尽头。小天，别跑了，你们跑不掉的。他们站在了我的身后，脸上扬起残忍的笑容。王叔的手上似乎还拖着一个人，是阿雅。快跑，小天！那小子也是人类吧？真的是大收获啊！在进入教学楼的那一刻，我扭过头望了阿雅一眼，她被王叔用力地踩住了脑袋，似乎知道自己即将迎来的命运。她对我露出了一个微笑。就在我们即将要到走廊尽头的办公室的时候，那些怪物们已经出现在了我们身后。这下没有人可以帮你们了。王叔和街坊邻居们阴森森地笑了起来。离9点还差1分钟，我想办法拖住他们，你们找准机会就跑。我知道凹鸟说的拖住是什么意思，他一个人类无非就是被虐杀的结局。我帮你，小天你先走。不行，要走一起走。怪物们朝我们步步逼近，我感到一阵绝望。离9点只差10几秒了，门近在咫尺了，只差1步而已，真的只能这样了吗？爸妈手里拿着2根长长的叉子，用力戳向怪物们。9点整，我们安全了。什么？我们身后的办公室门上浮现出一些特别的花纹。几个荷枪实弹的人冲了出来，一阵扫射后，怪物们都躺在了地上。在晕倒前，我看到了凹鸟和一个人在交谈，看到怪物们的尸体被装了箱运进了门。所谓的2个世界的平衡是什么？如果怪物是吃人肉，那么人又从怪物这里得到什么？在晕倒前，我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念头。小天，你终于醒了。姐姐呢？小天，姐姐在2年前就失踪了呀。你晕倒在路边了，是一个男孩用你手机联系的我们，好像叫做凹鸟，真是一个好孩子。花田美容护肤独家配方，让你青春永驻。难怪这么眼熟，
这个标志原来是花田美容集团的标志，这是富人才用得起的奢侈品牌。难道这就是奥鸟说的怪物的用处？奥鸟，我姐姐呢？她为什么没有回来？她做了她自己的选择。你好，小天，帮帮我，姐姐她